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1号，第三章第一次上课哈。那我们先上第二节哈，西莫斯的这个制程整合哈，制程整合。那西莫斯呢哈，可以分3个阶段哈，前段制程哈，front end of line 啊，就是没有金属的啊，跟后段制程啊，back end of line 就是有金属的啊。那前者是指电晶体的制作，后第二个是 back end of line 哈，那是金属化制成。那最后第三阶段就是封装啊，封装我们这门课不教哈，因为也是一个独立的3学分的课程哈。好，那如果用公司来分的话哈，一般来讲都是，比如说晶圆厂都是做前段跟后段会一起做封装，封装都交由做日月光啊、细品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历程啊等等的这些封装公司，台湾封装也蛮强的，应该也是世界第一啦台湾晶圆代工跟封装是第一，那 IC 设计是第二了第二这样子那西莫斯要简单的我们现在要教这些制程那这个制程蛮重要的，因为西莫斯西莫斯贝我们简称西莫斯是现在那个机体电路的核心嘛基本的就像盖房子基本的砖块这样子它是现在的核心这样子。那我们微缩都是指那个西莫斯的微缩了那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我们回到27页讲一下西莫斯之前前几次上课也有讲到这个西莫斯的运作原理嘛那我这简单的就是再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输入零伏低电压，它输出是高电压那我输入高电压就输出低电压，所以是反的啦反的没关系啦，反正只要能够做开关就好了啦只要能够做开关，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省电你跑那个动态模拟TKO Spice 这些模拟，你就可以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它只有在动态切换的时候，它才会消耗功率。那个细节我们就不讲，你在这边只要记得，这种开关是目前来讲最省电的开关，最省电的开关因为像我们 CPU 现在几乎是一秒可以到什么？大概15次的浮点计算15次的浮点计算，所以它一秒就要有上百亿颗一起去切换这样子而且切换比例要很高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是最省电的、最快的一个开关又快又省电背起来CMOS 的开关是又快又省电。那我们看它这个 layout 这个 layout 这 layout 有点难读了不过我们上完课你再回来看你就看得懂了啦我先大概讲一下，我们上完课我们再回来这个看你看到这个 N 位这边就是 P FET 然后相对来讲这边就是 N FET N FET 或是你看它的掺杂如果是 Drain 是 P Plus 区就是 P FET， 那反之那个 N FET 是 N Plus 区。那你看这个 Gate 两个 Gate 是连起来嘛所以 Gate 就是这个蓝色这一条是 Gate， 蓝色这条是 Gate那 Gate 这边有连起来，有做一个
这个方框框打叉叉就是所谓的 contact hole 或叫 contact window， 金属的接触窗啊，金属的接触窗。那同时的 salt drain 啊，这边也要跟金属接触，所以这边也有做相对应的 contact hole 啊，contact hole。那这个就是 metal one 啊，这是 metal one，那这是 poly gate 啊，这是 poly gate 啊，我这个 metal gate 哦，好，那这个就是相对应就是 V in 啊，这就是 V out 啊，所以这两个是完全那个它的电路图跟它元件结构图是可以这个配起来的。然后再看剖面图就稍微难一点了，因为你要把它剖一面，从中间剖掉嘛，从 gate 那边剖嘛，从这边开始把它剖掉，对不对？把它剖下来，把它剖下来的话，就是这边就是 N 费，然后这是 P 费啊，这边是 P 费啊。所以这个就是 VR 啊，VR 在这边啊，VR 在这，VR 在这，啊，VR 在这，啊，VR 在这，啊，那 VDD 在 P 费这边啊，在 P 费这边，然后这边接 ground 啊，这边接 ground N 费的那个 source 端接 ground 啊。那寿司都对称的啦，主要看你电压放的范围了啊，电压啊，你电压的值啊，那零就是 ground 啊，那一个数位的电压零就是 VTP 啊。好，好，我们大概知道它结构以后哈，它的电路符号，它的这个这个是layout 哦，元件的所谓的布局图，就是我们制程就是要它的光照就是长这个样子，这有好几道了哈，这有好几道哈，光做这个就要至少六七道以上啊，看制程不同啦，6到8道，光这样就好6到8道光照。好，好，我们大概知道它的这些结构以后哈，我们开始来讲怎么去做，怎么去做。那这个就当然就是这个就是台积电的核心了哈，核心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好，那这个你们再回头看呢哈，你们再回头看。那我这个参考资料是刘传喜跟陈进来啊，这个是联电的这个高层退休了啦哈，高层退休了哈，然后他们都那后来他们就写一本书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在西莫斯这边写的比萧红书好太多了啦哈，因为他出版年份也比较晚。萧红虽然出版年份大概也是2012左右，可是萧红东西在讲这个西莫斯制成的地方哈，太旧太旧，那不用特地去买啦哈，这本书不用特地去买。哦，那基础消红啊，反而要买，然后因为消红涵盖的范围比较多。那这本书是在西莫斯制成这边写的特别好，它原件物理写的也不好，原件物理写的比那个小思敏跟尼门都不好啊。其实它原件物理部分就是参考小思敏的，他写的不好啊。那但是他在这个制成整合写的很好啊，制成整合写的很好。好。啊，因为我有过敏性鼻炎，我都有吃 A 二味哈，我不知道这个课有没有讲过哈，请原谅哈，要不然我会鼻塞，然后接下来就气喘这样子，很头痛。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步哈，第一步拿到晶片哈，晶片怎么长我们也不管了，我不教了哈，反正晶片买来就买来了嘛哈，规格对了就好了哈。那我们现在要先做 N 费跟 P 费的分开嘛，要隔离开，不然两个碰在一起就短路啦，对不对？各自功能就不能独立啦，所以我们想把它隔离掉，想把它隔离掉。那我之前有讲，现在隔离都是要用那个
zero change isolation zero change isolation 它是一个在基本上主动区隔离的方法。所以它这个方法比较复杂早期是用 locals， 我说 locals 不教那我们现在因为这个 zero change isolation 可以做密度比较大的，就是它隔离这个空间可以比较节省，比较节省代表你单位面积的晶片单位面积的transistor可以容纳更多嘛所以我们就用浅沟槽去隔离了那首先你要去蚀刻这个share change 嘛那就是用正光照正光照正光照那这个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蚀刻要蚀刻，虽然它叫浅，可是相对来讲它要蚀刻很深相对蚀刻很深，它的浅是跟之前 locals 去比，它是要蚀刻很深。那蚀刻很深的时候有时候光阻挡不住，因为光阻是有机材料。那你蚀刻的话，我们是反应性蚀刻嘛，它还是有所谓的阿港的离子轰击。那一般的光阻材料很难挡得住这个过久的阿港的轰离。那我们会使用所谓的 nitride 使用 nitride 使用 nitride 当做这个使用 nitride 当做那个哈马斯克哈马斯克就是说更硬的啦。我们利用 nitride 当做那个在这个氮化系当做一个坚固的木罩，也就是说它的角色也是取代光阻它为了就是我用光阻直接去蚀刻，我挡不住，所以我利用这个。我利用蚀刻 nitride 出来这个形状，当做我所谓的硬遮罩哈马斯克用 nitride 去挡这个蚀刻，对那个 silicon 基板的蚀刻。那 nitride 这个是 nitride 要记住这个 nitride 的特性，它对 silicon 应力很大应力很大，细节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要记起来，就是 silicon nitride 这个材料对矽的应力很大。那应力很大，我们怎么样隔离 nitride 氮化系对矽基板的应力呢？这时候我们的万用工具人二氧化矽出现了我们就垫一层所谓的 PSA 然后叠 nitride， 然后 PR， 然后曝光，要把光阻去掉，留下 nitride， 那 nitride 当做蚀刻的硬遮罩硬遮罩去挡那个蚀刻那最后我们再把那个 nitride去除掉就是再把那个STI 你不能空空的啦，你也是要绝缘啦，又是万用工具人用那个 CVD 的方法去填那个 SiO2 去填 SiO2 SiO2， 然后在这个最后再用填完以后会有高高低低嘛我们再用那个 CMP 化学机械研磨把它去掉，但是不能去掉这一层不能去掉这一层那你就要算时间这样子不能去掉这一层然后最后再用那个热磷酸把它产留到 SiN应该是 Si3N4可是有时候半导体领域有时候就是很喜欢缩写啦所以你考试写 SiN 也没关系啦因为那个比较严谨是 Si3N4。好，再来的话，我们要形成紧致层这个主要是调整这个临界电压啦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下礼拜再讲。3.1节就是简单的基础的那个 MOSFET 的元件物理了我原本想先教那个，可是先教那个有点太难，先让大家知道
整体的流程，我回过来再讲它背后的元件物理的这个机制，这样子啊，这样子比较容易接受啊，比较容易接受。好 ，parasite 我们知道 parasite 也经过什么蚀刻啊化学化学机械研磨啊，还有那个硫酸去除 nitrite 的这些步骤，所以 parasite 本身也有相当程度的伤害嘛，损伤嘛。这时候我们要把 parasite 去掉啊，那我们再长那个牺牲氧化层啊，牺牲氧化层啊，牺牲氧化层。那牺牲氧化层哈，它可以当 screen oxide 哈，screen oxide 啊，这一层 sacrificial oxide 同时也有 screen oxide。我们讲那个离子布质，我们是不是要避免通道效应啊？那有2个方法嘛啊，就是长那个就七度的斜打嘛，对不对？啊，那另外就是长那个 screen oxide， 对不对？啊，screen oxide 是非金系、非金的氧化系啊，非金的氧化系。那同时也有助于布质深入，控制布质的深度啦。你要打浅一点的 P 位的话，你就 sacrificial oxide 长厚一点啊。那你不要打那么浅，要打深一点，那 sacrificial oxide 可以就长薄一点啊。那威尔哈，这个是打比较深哦，高能量就是比较深嘛，离子布质有讲嘛哈，离子布质最重要的2个参数就是能量跟剂量，对不对？啊，能量就决定它的深度，剂量就决定它的浓度嘛所以我们要特别自己做出所谓紧致层啊，紧致层，因为你晶片拿来哈，它里面它预设的预设这些掺杂的浓度，不见是你元件要的，所以我们要自己再重新定义我们要的紧致层的浓度啊，紧致层的浓度。我们说 NMOS 是 NPN 嘛，那个 P 就是紧致层啊，就是紧致层，就是 P 位了啊，P 位。好，就是那个紧致层啊。好，所以这个先做，这边最好是用图记啊，考试要会画图啊，用这写字写不清楚了，你要画图，画图写重点这样子啊，画图写重点这样子啊，这是考试的重点啊。这个西莫斯之城一定要滚瓜烂熟了啊，滚瓜烂熟了啊。不管你要做什么了，包括这门课这个这边就是重点了啊。好，然后我们做 P 位了P 位了然后再讲一次如果你是 P substrate， 我为什么要讲 P 位了？比如我这个浓度要10^16，可是你 substrate 只有10^14，那这就跟我设计的电性就不一样了，所以要自己再定义再定义你的紧致层。那萧红书有写啦，这些一般的紧致层呢，N 位尔、P 位尔的浓度大概要多少？可以去参考看看。那位尔制成大概是16、17啦，16、17，substrate 大概是15左右啦好，我这都是讲10的15次方西元负3啊。好，那后来有更新的做法了更新的做法，那浓度那可能是期中考之后我才会教了我们先教基本同样你 N 位尔做完，你也要做 P 位尔嘛，因为西莫斯要个 N 倍 P 费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做紧致层你要做紧致层所以先做 N 位尔，再做 P 位尔，那都要各一道光照，好，那离子布质那个
伤害比较小啦，蚀刻伤害比较大，所以离子布质用光阻去挡就够了用光阻去挡就够了因为阿钢的原子量很大大家去查一下氩的原子量很大，而且人家轰击的能量也很大，所以一般那个离子布质用光阻去挡就好了。但是你要蚀刻那个 STI 的话或者说很多微机电的制程要蚀刻非常深的一个沟槽的话你都要用所谓的哈马斯克，也许用耐踹，也许用阿塞去挡，不能用光阻挡那光阻都会有给一些参数啦你用一些光阻有一些参数，或者说已经实验室习字的经验，就是光阻挡蚀刻可以多久？如果你要注意就是说，比如说光阻只能耐，比如说蚀刻100秒，然后只能蚀刻100 nanometer 深的话，结果你去蚀刻200秒，蚀刻200 nano 深，那你光阻就被打光了，所以你会伤害到你的晶片，所以要小心，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蚀刻用光阻去挡，什么时候蚀刻要额外再做所谓的哈马斯克硬遮罩层去挡蚀刻这很重要不见得每一道都是用光阻去挡就是要那个根据你蚀刻或离子布质的这些强度做损伤来去选择像离子布质一般用光阻就可以了那最后面当然是要进行回火对不对离子布质完都要进行annealing有2个重要的目的嘛，就是什么damage recovery 嘛，就是说损坏的回复，对不对还有所谓 doping activation doping activation 早几年我学生常常就是离子布质完就忘了去活化，然后一去量电性就是没有电性，没有电性，比方说电流是10⁻12安培，10⁻10安培这样子。那我常常问他，你有没有去做活化？通常就是说，电性如果好，有电性跟没电性，我们先这样。通常我们会遇到问题就是，第一个活化没做好，活化没做好就没有电性了。第二个就是接触点contact 没做好，就是你 contact 打到 silicon 没有接触到 silicon 金属没有接触到 silicon 或 silicon 这个 contact 如果接触电阻太大的话你元件就也是死掉。如果你量出来的电流是-12安培这样一条直线，那代表这整个断路嘛，对不对？这个元件完全没有作用就是跟一个绝缘体一样，那主要一定就是这2个问题没有活化没有活化跟 contact 没有做好contact 我后面再讲好，再来讲这个杂极氧化层杂极氧化层那 GaAside 是那个整个 MOSFET 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所以这一层好坏会直接影响到 IC 的运作直接影响到 IC 的运作。那一样因为 sacrificial oxide 离子布质以后还是这个 oxide 会有损伤嘛，对不对？oxide 会有损伤，对不对？所以这个制程步骤呢就要先把这个 sacrificial oxide 移除一样是泡 HF 这样子然后而且这个 sacrificial oxide 可能是几十纳米这样子，或100纳米这样，那也太厚了也太厚了，所以我们把 sacrificial oxide 洗掉，那我们那个 silicon 这个晶片又回到什么回到这个完美的那个100那个完美的漂亮的状态，这时候我们再用热 dry oxide dry 记住这一定要 dry
哦，就是通干氧的方法，通氧气的方法。哦，我们说氧化有湿氧化法，通水蒸气嘛，哦，那个速度比较快。哦，你要长比较厚的，比如说刚刚讲的什么 Squinaza，你要厚一点。哦，那更厚的话就要 LPCVD 哦。哦，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哈，主要是越速度长越慢的品质越好，速度中等的品质就中等，速度越快品质就差。所以主要是长得最慢，品质就最好。哦，那个威亚塞哦就次之。那 LPCVD、CVD 长的二氧化系的话，品质都不好。哦，所以它不能拿，它顶多可以拿来做一些绝缘啊，或 STI 这种的啊。那杂基氧化层是要求最高标准的业界最高标准它要求最高标准啊。好，所以我们要讲 dry acid 这边记一下 ，dry acid 讲15到50啦就看你现在制成的节点了15其实很危险15漏电是蛮高的，不能再小了啦。那我们说15可能顶多可能做到4、5奈米那我们现在28、167啊、5那就用 High K 高介电材料来取代这个二氧化锡。那 High K Metal Gate 可能会留到期中考后才会教了那我们还是教，比如说4、5奈米以前的用阿塞像阿塞二氧化锡我们讲 MOSFET 嘛，那个 O 就是二氧化锡二氧化锡。好，再来我们要做这个多晶系的杂极的制程主流啦而且 2D 的 MOSFET 那个大部分还是用多晶系大部分还是用多晶系，因为最好做。其实 High K 高阶电技术跟金属杂极，简称 High K Metal Gate 是很难做的技术，很复杂的技术所以你比较成熟的制程比如4、5奈米以上的还是用这种的啦。当然不能说4、5一刀切啦，也许是现在6、5以上用这种的啦。其实很多像你简单的，比如说这个荧幕的驱动 IC 或者说什么现在视讯镜头的 IC 这个都不用这个都不用很尖端的这些技术像甚至大陆、中国他们军武不是很厉害嘛？其实他们在军武车用28可能就绰绰有余咯，因为我虽然特性差一点，可是我面积我可以，我整个晶片可以做比较大颗嘛，我用面积来换那个晶体的数目嘛，它特性还是可以的啦那我们追求高运算高效能的话高运算高效能很奇怪现在反而手机现在是 technology driver像苹果就是走在最前面嘛，早期是 Intel 嘛，后来苹果跟 NVIDIA 跟台积联盟，现在反而是 NVIDIA 跟苹果跟台积电联盟这些走在最前面这样，反而是这个民生用的反而是要高效能。当然也不一定有一些超级电脑其实也是要用到最高等级的 CPU 啦，最高等级的 CPU 啦，那其实很多超级电脑都是请台积电做的，晶片都是请台积电做的啦，好，也是要用到最高效能的 CPU 啦，好，这个题外话了那我们还是讲，比如说4、5奈米以前4、5奈米以前4、5奈米以前我们是用 Poly， 我们按照 Intel 的那个 ROMAK， 它那个28奈米这样还可以没有给吧，4、5奈米还是用 Poly Gate 4、5奈米好，我们先沉积一个 on-doped 的 polysilicon 如6.8所示那 OK，
那我那个 NFET 哈，这边记住哈，这个 NFET 的话哈，我要做 N plus 的 polysilicon 哦，这个是 这个是 NFET 啊，这个是 NFET 啊，它这边是 PFET。那要记住哈，这原理我后面原理我下礼拜的上课会教哈，下礼拜的上课会教。哦，就是为了什么？哎，临界电压的对称啊。那 N 费的临界电压，比如说0.5伏，P 费是 P 费啊，这个4、5奈米节点比较大了啊。比如说BTN N 费的临界电压是1伏，BTP 是-1伏，那我们要正负要绝对对称啊，要绝对对称，要绝对对称啊，要绝对对称。那我们就那个，因为要绝对对称的关系，我们在 gate 的设计哈，就是 NMOS 要配 N plus 的 polysilicon，P 就要配 P plus polysilicon。你先背起来啊，先背起来啊，先背起来，下礼拜我再讲啊，先背起来啊，先背起来啊。我觉得有个整个制成的架构在教里面，元件物理你们会比较容易慢慢能够接收了哈。那我下学期这个课程也会对调，3.2会变3.1，3.1会变3.2这样子啊。好，好，那所以这也要2道光照，因为只要定义不一样的掺杂，你就要2道光照，就要2道光照，就要2道光照哦。所以我先做 N polysilicon 哦，那我再用另外一个光照，这第一个光照定义 N polysilicon，那同理哈，对称啊，对称，再用把 N polysilicon 做好以后，把光照盖起来啊，然后我们再进行 P plus polysilicon 啊，P plus polysilicon，那 N plus polysilicon 跟 P plus polysilicon 两个都存在。但是这两个还是会有 BN 将选啊，不行啊哈。那我们要把 gate 定义出来啊，接下来把 gate 定义出来啊，然后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 RTA 了啊。如果是成熟制成的话，如果你用硼的话，硼很容易，硼原子序比较小，它很容易钻来钻去，所以现在赶快就用 RTA 把它定住，让它变成 substitutional 的 impurity， 就跟细赶快共价键键结住，要不然它这个钻到硼会钻到 gas 钻到基板去，会把 gas 破坏，所以这边又赶快还要再做一次 RTA 啊，离子布置完就 RTA， 离子布置完就 RTA，OK， 好，那接下来就10颗 gate 啊，10颗 gate 啊，多晶系 gate 我也10颗哈。那我们早期定义节点最小就是这个 LG 啦哈，我们讲4、5奈米就是4、5，这个最小就是4、5。那现在 FinFET 的话就是乱七八糟的啦啊，FinFET 的 Galen 大概是至少2倍啦，比如说 N7啊，对不对？N7的 Galen 值大概是14哦，N10的话大概是20，哎，我们说 Galen 值有一个极限嘛，物质波场是7奈米嘛，现在大概顶多是看文献是顶多做到10啦，再下去根本就没有什么电性了啦，因为直接就穿碎了嘛，对不对？所以 LG 的话，目前大家公认 LG 最小是10奈米，坐在并非上面或以后的 Gate All Around 全环绕式闸机一样哈，不管你什么元件结构，你的 Gate 值就受到物质波长7奈米的限制啊，电子波7奈米的限制啊，所以 Gate 值你那个 fin 啊哈，通道那个我们讲 fin 费或 Gate All Around 那个奈米薄片啊，奈米线那个 Y， 你可以无限的缩小没有关系，但是你 Gate 值不行，Gate 值不行啊，因为收卷会有什么穿隧效应啊，穿隧效应。那 Gas 你说15奈米，那这边其实也有穿隧效应哦，也有哦，但是
gate 的这个穿隧效应的电流也会漏电，也会漏电哦，确实会漏电哦。它的漏电大概是10的负9到负10，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那个电晶体开电流都大概10的负3安培，所以10的负9负10跟10的负3安培是差到6个欧的，所以没关系。所以其实这个我们说电子物质波是电子嘛，gate 上面是这个 gate 这边有电子它也会 direct tunnel 下来，会啊，你去量你去量 Ig 的话我们通常看电信图是看那个 ID 对 Vg 我们之前有讲嘛这种电信图对不对？都是看那个 ID 对不对？对 VD 对不对？那你为什我们没有看 IG 对不对？事实上你去量的时候，你同时把这个 IG 可以取出来，你发现它还是会漏10的负9左右10的负9左右它就是什么 gas side 的 direct tunnel 的漏电gas side direct tunnel 的漏电。那这个漏电我们可以接受因为 ID on 是10的负3安培 mini 安培那 get 漏电是10的负9安培，所以差个6个欧的，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你可以想这个在收卷这样的电流是一条大河，像长江，这样没有台湾价值像淡水河这样像淡水河get 漏电就相当于一个小溪流，旁边一个小小的小溪流，像那个北势溪，对不对就小小的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第一节课，先上到 gate 的这个杂集的制程杂集的制程杂集的制程。那这边杂集的制程就是说3个重点N 跟 P N 非要做 N plus gate，P 非要做 P plus gate，然后分开做那做完要马上离子布置，因为硼会扩散硼会扩散。那 gas 15到50纳米会漏电，会，因为它还是要无法避免的穿隧效应，但是这个漏电量跟横向的电流来比是可以忽略的，是可以忽略的。好，我们这一节课就上到这边，好。